5年前的一场季前测试，奔驰赛车刚刚进入直道，令人震惊的一幕就发生了。汉密尔顿在连续升到8档后，在时速接近30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下，竟直接将方向盘往外拽，而与之相连的转向柱竟也生生被扯出了将近5公分。一时间，整个围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。而到了直道末端，伴随大力制动的惯性，汉密尔顿又将方向盘连同转向柱给推了回去。看到这里，全场一片哗然。难道梅奔遭遇了机械故障吗？但看托托沃尔夫的神色，显然是故意为之。下一圈，赛车再次驶入直道，导播一早将镜头切到主视角，所有人屏气凝神，注视着汉密尔顿，确切的说是他的双手。果然，这位6届世界冠军在直道上竟又一次拽出了方向盘，与之相连的转向柱也再次延长，整个围场为之震动，因为他们看到伴随转向柱的推拉。W11赛车的一对前轮竟也发生了角度变化。F1 21赛季回顾，国际汽联重塑格局，巅峰对决一触即发。公元2014年 ，F1 进入混动时代，梅赛德斯凭借引擎优势迅速抢夺战略高点，从而立于不败之地。而后一家独大，牢牢占据统治地位。他们拥有最快的赛车、最好的车手以及最依人的团队。截止19赛季结束，银箭车队已经连续6年包揽车队冠军和车手冠军。天下人苦梅奔久矣，正是当时 F1 车坛的真实写照。进入20赛季，这支不败之师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在季前测试第一天就抛出了一个大杀器。原来赛车前轮的束角可以根据需求进行更改，考虑到弯道快才是真的快，所以车队一般都选择外八设定。但这样一来，直道速度和轮胎寿命都会受到影响。梅奔在仔细钻研了规则漏洞之后，提出了一个鱼和熊掌可以兼得的方案，在直道上拉动方向盘，前轮内收，角度归0；而在直道末端只需轻轻推回，前轮外扩，又变回了外八设定。如此一来，梅奔 W11在直道一骑绝尘的同时，在弯道也处于无敌的存在，同时长距离节奏也得到了优化。不过这个方案也有些取巧的部分，梅奔也怕被禁，所以他们为这套方案取名双轴转向系统。当天测试完毕后，车手对这套系统还算满意，但红牛方面就不高兴了。维斯塔潘对媒体直言，梅奔的速度太快了。霍纳则表示，如果这东西合理，那我们也可以弄。听闻此言，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哈斯领队斯泰纳发文调侃，红牛以前早就发明过类似装置，名叫双抛射转向，不过显然不太成功。面对红牛的抗议，国际汽联并没有判定违规，梅奔的双轴转向得以暂时保留。但已经同是 F1 整整6年的他们，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冠军的垄断，在场上的不败之势，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这项运动的根本利益。天下人苦梅奔久矣，绝不是一句调侃，一场针对他们的精准打击已悄然开始。2020赛季结束了，有没有焰火？肯定有。2020赛季在阿布扎比落下帷幕，维斯塔潘拿下分站冠军。汉密尔顿虽只排在第3，但早已7冠到手，与舒马赫并肩历史第1。不过此时的梅奔如履薄冰，他们已经清晰地意识到 F1 近1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指令几乎都是冲着自己来的。早在19年11月，国际汽联就宣布实施预算帽政策，后推迟到21赛季。虽然有部分豁免，但挥金如土惯了的梅奔，面对1年只能花1.75亿美金的窘迫局面，显得有些力不从心。而 F1 车队又在后续的投票中将预算帽进一步缩减为1.45亿美金。如果不是法拉利已退出威胁，估计金额限制还会进一步降低。而限制财力优势只是 FIA 的第1步，想要重塑格局，还需要对梅奔赛车进行全面削弱。时间到了20年2月 ，FIA 就公布了21赛季的技术规则，其中后底板边缘削减10%，采用低斜率设计的梅奔赛车受影响最大。同年4月 ，FIA 又对技术规则进行补充，目的就是为了禁止那个令围场震动的黑科技双轴转向。到了下半年，红牛更是以推出 F1 作为威胁，推动了从22年开始的引擎冻结计划。虽然 FIA 下场解释这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合作伙伴，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就是冲着梅奔去的。但 FIA 的一顿操作意图困住梅奔未来，对他们的现款赛车 W11却丝毫没有任何影响。跑了半个赛季，汉密尔顿又是遥遥领先。见此情形 ，FIA 迅速将枪口对准了梅奔的排位大杀器派对模式。8月下旬，国际汽联紧急出台 TT037-20 技术细节，要求排位和正赛采取统一的引擎模式，并且从蒙扎开始强制执行。这番操作终于是伤到了梅奔的皮毛，被扳掉了这个通过调整点火正时、油气混合比以及能量回收策略，从而提升短期输出的派对模式后，维斯塔潘距离汉密尔顿的排位差距从之前的1秒甚至1秒半缩减到了半秒左右。这一举动让梅奔领队大为光火，尤其是考虑到这背后又是红牛在搅乱风云。愤怒的托托沃尔夫公开表示，21
赛季将全程采用派对模式，言下之意让霍纳洗干净脖子等着。但冷静之后，梅奔上下逐渐意识到，当下局面不是红牛和法拉利一两支车队能够造成的，在他们的背后是整个 F1 在推动竞争格局的重塑。他们不希望看到有人独占鳌头，一家独大，他们想要的是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。于是，在阿布扎比，梅奔车队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他们在比赛中下调了约50匹马力，从而获得了宝贵的 0.5秒圈速劣势，将胜利拱手相让。红牛方面果然中计，自以为找对了研发方向，高兴了好一阵子。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没过多久，他们就得知了梅奔故意放水的操作。车队顾问马尔克当即破口大骂，斥责梅赛德斯不讲武德。梅奔的计策没能彻底骗到红牛，不过他们的全新战车 W12 已经跃跃欲试，即使有预算帽限制投入，即使空气动力学规定对他们极其不利，但梅赛德斯依旧稳如泰山，整体竞争力傲视群雄。地效新规前的最后一个赛季，外界几乎一致认定梅奔将第8次包揽双冠。他们的强大让其他人不敢对胜利有所觊觎，就连最大对手红牛也不敢公开挑衅，连维斯塔潘的赛季展望也只是摧毁队友。马尔科甚至表示，新赛季他们将不再设置2号车手。一切看似按部就班，所有人都准备迎接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赛季，但没有人知道，一场时代更替的全面战争爆发在即，车队间尔虞我诈，步步惊心。FIA 双标判罚争议不断，车手之间更是以命相搏，火力全开。36岁的7冠王刘易斯·汉密尔顿代表着老一辈的巅峰智慧与绝对24岁的马克斯·维斯塔潘则是新时代的速度图腾，人车合一，毫不畏惧。体育精神与竞技残酷在这里深度碰撞，谱写了一段关于坚持、野心、运气与命运交织的史诗篇章。当萨基尔的绿旗挥动， F1 历史上最激烈、最戏剧性也最具争议的赛季就此拉开序幕。